一夜之间，全球物价下跌100万倍，1块钱能买下富士康，2块钱能买下美国华尔街，但唯独我的钱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，而这一切我并不知情。今天我正参加着老妈安排的相亲，我就直说了，想要娶我的话，需要一套至少100平的房子，1辆代步的车子，还有5毛的彩礼。啥？5毛？哎，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？切，给不起就直说，穷鬼！不是，姑娘，我不是听错了吧？啊？你确定是5毛？5毛的彩礼你没有听错，想娶我，5毛的彩礼1分也不能少。我知道彩礼要的很多，可是我的父母含辛茹苦的将我养大。哎呦我去，彩礼真的就要5毛？你该不会是个带球的吧？陈峰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你胡说什么？哼，给不起就算了，放心，我不会占你便宜，这杯咖啡我自己付。下次就算你拿出1块钱的巨款彩礼，哭着求我，我也不会答应。”陈峰摇了摇头，正准备回家继续他月入100万的主播大业，手机却嗡嗡的震动起来。喂，哪位？您好，陈峰先生吗？是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您网购的波音747已抵达青云市，由于货物过于贵重，我们需要确认您什么时候方便亲自签收。啥玩意儿？我就买个模型的，至于吗？哎呀，直接放市中心驿站不就行了？先生说笑了，这可是波音747啊，借我们10个胆子也不敢随便放啊，必须您本人亲自到场。服了，3块钱买的塑料模型，被你们整得跟真飞机似的。行吧，在哪儿？我自己过去拿。我们在新云国际机场停机坪，恭候您的大驾。挂了电话，为了省钱，程峰随手拦了一辆公交车去机场。师傅，去飞机场几块钱？全车死寂，所有人都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他。几块钱？小伙子，你没睡醒吧？要是一个看多了霸道总裁玩，分不清现实的疯子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口气比脚气还大，张口就是快。年轻人，小伙子呀，不要抱着中彩票的梦了。电视上想说那些一夜暴富5块钱都是假的。就是老老实实读书，以后找个工作，月薪能有2分钱，就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听着众人的声音，陈峰再次一头雾水。不是，今天这群人到底怎么了呀？彩礼只需要5毛，整个公交车也要被人阴阳。陈峰有些生气，穿一身地摊货，张嘴闭嘴几块钱，把你卖了也不值几个钱呢。你到底是谁呢？青云市首富之子？没钱坐车就赶紧下去。听到这话，陈峰目光不善地看向西装男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坐公交车我问几块钱怎么了？而且坐白日梦梦到几块钱，你是有多穷啊你？此话一出，彻底点燃了车厢。哎呦喂，听听，他说的是几块钱，那可是1块钱呢，不是1毛，也不是1分。小伙子呀，做梦可以，但别把梦当真，容易走火入魔。就是几块钱，看他这事儿，要能拿出1块，我就把这公交车吃下去。看着众人对自己口诛笔伐，西装男心里别提多爽了，优越感油然而生。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也就叔叔我今天把豪车送去保养了，才坐公交。你要是没钱呢，叫声叔叔，我赏你豪子坐车。叔可是月薪足足2分5厘。周围人的嘲笑声不绝于耳，陈峰相当不解。哎呀，今天这人都是怎么了呀？陈峰突然顿悟，这一定是系统搞的鬼。我去，好家伙呀！这个世界的物价降了100万倍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富可敌国了？刚刚相亲那个小妮子真漂亮，我要用钱砸开她的嘴。我心里疯狂一淫，完全忽略了外界情况。小伙子，你到底走不走？不走就下车去。我就问几块钱，你们疯了吧？小伙子，张口闭口几块钱。这样，你要是能拿出几块钱，我当场管你叫爸爸，怎么样？陈峰拿出钱，全场震惊。陈峰随手将4枚硬币抛向空中，钢镚在空中重新掉落在手中，发出了撞击的声音。所有人目瞪口呆。不就是1块钱吗？至于吗？这光泽是真币，整整4块钱，我的天啊！那光泽，那质感，没错，是真的1块钱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可是4块钱呢，你怎么能就这样拿出来呢？怎么样？不是假的吧？陈峰向空中抛硬币玩，所有人的眼睛追随着硬币移动，生怕掉在地上摔坏了，跟着紧张。陈峰单手接住硬币，随意揣进兜里，众人心痛的仿佛被剜了肉。哎呀，真是败家子儿啊！要是掉在地上磕着碰着可怎么办呢？对呀，要是失手掉在下水道里怎么办？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儿子，
我捏死他！呸！你配吗？一看呐，他就是个富二代。哥，虚过劲儿嘛，我是青云校花，彩礼只要5毛，倒贴也行。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。你做梦吧！一看你就不是原装的。哎，刚才谁说要是真的就叫爸爸？此话一出，西装男脸色惨白，不知所措。然而当他瞥见陈峰鼓囊的口袋，眼中的羞耻瞬间变成了贪婪。等等，要是他真的无视年纪的差距，我认个有钱的小干爸爸也不亏呀。看他一副单纯模样，我要是成为他的干儿子，说不定他当场就能把兜里的4块钱都给我了。爸爸，我叫刚子，你可以叫我刚儿。滚，真恶心！看着这群疯魔的人，陈峰确信全球物价真的贬值了。那他现在可是富可敌国呀。话说如烟要是知道我变成了富豪，那不得马上投入我的怀抱？哦，对了，这航空飞机模型可是未来小舅子的生日礼物，可别出了什么差错。陈峰他连忙打车去机场。柳如烟是陈峰大学时期的女神，她已经追求了3年，一直是这个小舅子在打助攻，陈峰在她身上向来大方。不多时，陈峰打开车门走进机场大厅，准备拨打之前客服的电话，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。一看屏幕，竟然是女神柳如烟，陈峰立马兴奋起来，报复的他立马就想在女神面前展现。喂，宝贝，小薇的生日礼物我准备好了，你在哪儿？别叫我宝贝，我在停机坪，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？我在青云机场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怎么也在机场？柳如烟有些不耐烦地说道。你先去找一个服务员，让他带你来直升机场，就说王经理说的。陈峰有些疑惑，走到服务区，报上王经理的大名，很快进入机场停直升机的地方，看到柳如烟和他的弟弟杨威。只见杨威正在不停地打量着身前的一辆直升机。酷，这线条，这可是私人飞机啊，太牛了！哎，如烟，小薇也在啊，正好。别碰我，程峰，我们分手吧。别闹了，今天不是小薇生日吗？谁跟你闹？你配不上我，懂吗？哎，宝贝，别闹。我没和你闹，分手吧。陈峰下意识捏紧兜里的4枚硬币，眼神冷了下来。给我个理由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好个屁啊！跟我姐3年，连支口红都磨磨唧唧，你也配当我姐夫？做梦吧你！薇薇，你看着自己对待他如同亲弟弟一样的杨威，陈峰感觉心里如同针扎一样，一阵气结。微微说的对，他不配娶你姐姐。陈峰闻声看了过去，只见直升机上突然跳下来一位3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很熟练的把柳如烟拥入怀里。杨威也示威一样的瞪了陈峰一眼。姐夫，您可算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这家航空公司的经理，也是如烟现在的男朋友。看见这架飞机了吗？我的。微微，今天姐夫高兴，给你个大红包，拿去花，别省着。天哪，1分钱！谢谢姐夫，姐夫大气，姐夫牛气。看到没有，姐夫一出手就是1分巨款，你攒一辈子都攒不到这个数。这一刻，陈峰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滑稽。1分钱就高兴成这样，我这兜里的4块钱扔他们脸上，不得当场吓死了。小子，识相的赶紧离开，要不我可叫保安把你撵走了。赶紧走吧，别在这耽误时间，耽误我姐坐私人飞机。看着这群跳梁小丑，陈峰的眼底闪过一丝戏谑，声音低沉的可怕。行，希望你们别后悔。柳如烟、杨威，你们这对白眼狼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不要有事求到我身上。求你？凭你个代练！竖起耳朵听好了，我年薪整整1块钱，这架罗宾逊244，全款也就3块钱，我8根腿毛都比你腰粗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季伯达一边说着，一边掐了掐柳如烟的脸蛋。
你笑什么？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吗？3块钱，我兜里这4个钢镚儿，购买一下整个机场了吧？吵什么？不知道马上有顶级贵宾要来吗？听到这番话，众人闻声看去，只见一位身穿职业装、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走了过来。看着走过来的男人，杨威一脸不爽：“你是谁啊？管着吗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季伯达一把捂住了嘴，有些惊慌地看着走过来的男人：“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我朋友，我马上带走，马上。”看着刚才不可一世的季伯达，此刻像一位卑微的仆人，柳如烟眼神变了。随口一句话，我们就要灰溜溜离开。这人是什么身份呢？连年薪1块的季伯达都吓成这样，这男人得是什么身价？50还是100？如果能攀上他，我还用看季伯达脸色。一时之间，季伯达在柳如烟心目中的形象下降了几分。话说，这个男人说的大人物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能够让他这么强势的人亲自接待？就在季伯达拉着柳如烟姐弟俩离开的时候，只见陈峰带着些许的疑惑看着陈闯：“哎，三仔，听声音，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”这话一出，空气瞬间凝固，季伯达吓得魂飞魄散，冲上来死死拽住陈峰。这人的声音好像有点熟悉，在哪里听到过？你乱说什么？陈经理怎么可能和你这种普通人有交集？程峰，不要闹了，有什么事出去说。陈峰淡定地看着他们，语气有些懒洋洋的。怎么的，怕我说出点什么事吗？话音刚落，季伯达脸色有些难看，毕竟他也是有些身份地位的人。好了，不就想要趁这个机会讹点钱吗？我答应你，出去以后我给你50里。说完，季伯达拉着陈峰准备离开，却发现陈峰如同顽石一样。1分，给你1分巨款，这是我半个月工资，你别太贪得无厌。就在季伯达正打算叫保安的时候，陈闯猛然想到了什么，然后瞪大眼睛看着陈峰，胸口开始不停的起伏。是他，这个声音不就是清晨接电话的男人吗？也就是说他是……陈闯赶紧深呼吸，平复了下心情。放开！陈闯呵斥一声，季伯达顿时被吓了一跳，看着陈闯走过来，季伯达有些紧张。陈总，这小子……陈闯根本不理会季伯达，3步并作2步冲到陈峰面前，90度鞠躬。请问您是陈峰先生吗？霎时间全场死寂，柳如烟和杨威张大了嘴，仿佛看见了外星人。我是啊，你是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早上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快递小哥吧？闭嘴！你想死吗？这位是秦航集团太子爷陈总经理，什么送快递的？太子爷亲自送快递？现在的服务行业这么卷吗？陈总，您肯定认错人了，他就是个穷屌丝，跟我在一起连口红都买不起，怎么可能是您的贵宾？喂，快把他扔出去！好嘞，别脏了陈总的眼，谁敢动他？陈闯这一嗓子气势十足，直接把姐弟俩吼懵了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那架刚刚落地的波音747就是陈峰先生全款买下的。众人顺着手指方向看去，巨大的客机在阳光下闪耀着金钱的光芒，旁边的直升机在他面前就像个玩具。波音747，那可是价值3000块钱的天价神机啊！3000块，把你卖了都不值这个零头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？就在众人震惊到快要窒息时，程峰挠了挠头，一脸懵逼。等等，大兄弟，你搞错了吧？我买的是飞机模型啊，给小舅子当生日礼物的。听到这话，柳如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瞬间从惊恐变回了嘲讽。我就说吧，陈总，您听见没有？他自己都招了，就是个破模型，差点被他装到了。陈峰先生，麻烦出示一下订单信息。陈峰无所谓的递过了手机，陈闯扫了一眼，瞳孔瞬间放大，猛地抬头。
核对无误，这架波音747确实是陈峰先生全款购买的。这一锤定音，直接把柳如烟姐弟砸懵了。不可能，他哪来的钱？完了，那可是3210块呀！整个秦航集团市值才5万块，他随手就砸了3000多。哎呀，真会抢！我当时看他才卖3210块，还以为是高仿模型呢。怎么发了个真家伙过来？众人一脸无语。哎呀，这么大个玩意儿，我又不会开，摆在家里还占地方。早知道是真假，我就不买了，还不如模型实在呢。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季伯达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嫌真飞机占地方，这他妈是什么顶级生蚝的脑回路啊！柳如烟这个贱人，害死我了！季伯达恶狠狠地瞪向柳如烟，恨不得当场掐死她。柳如烟像丢了魂一样，嘴里不停念叨：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不信。陈峰先生，您真是太幽默了，手续都办好了，您要不上去验验货？哎，算了，懒得动，几千块的小玩具而已，有什么好验的？陈闯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几千块的小玩具，这可是波音747啊！我见过狂的，没见过这么狂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视金钱如粪土啊！就在这时，一位身穿修身西装的美女气喘吁吁跑来：“陈总，您要的转让合同拿来了。”陈先生，您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在这下面签个字，这架波音747就是您的了。看着陈闯递过来的合同，陈峰大致扫了一眼，也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行吧，退货也麻烦，我就勉强收下了。退货的话，想想也知道有多麻烦。恭喜陈先生，这架波音747正式归您所有。听着陈闯的话，原本发愣的柳如烟总算回过神来了。不可能！骗子！陈峰，你这个骗子！这一定是你的计划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骗我的，你想让我后悔，对不对？季伯达，这个人其实不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说错了，对吗？柳如烟如同疯魔一样抓住季伯达的衣领，不停地摇晃着他的身体。很显然，他不能接受这一切。为什么我离开后，你就摇身一变，直接购买的一架飞机整整3000块，足够普通人衣食无忧的过上一辈子呀！看你买飞机轻描淡写的样子，你一定还有更多的钱。如果我还是你女朋友，你一定会给我开豪车、住豪宅、买各种奢侈品，我不能接受。柳如烟的举动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季伯达脸色顿时变得铁青。原本他还心存侥幸，陈峰把他忘了，可是柳如烟这样一弄，他又成了焦点，陈峰想不注意他都难。你这个疯女人，放开，别在这里发疯！看着柳如烟还在发疯，季伯达直接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声音极其响亮，柳如烟的脸上多了一个血红的手印。你居然打我！回过神来的柳如烟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季伯达，不过季伯达很显然不准备惯着他，只见他狠狠地瞪了柳如烟一眼。闭嘴！再说话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季伯达随后搓着手，一脸尴尬地看着在场的几人。那个见笑了，他突然发疯，我怕他伤害到各位，先把他们扔出去吧。说到这里，他对着远处大吼一声：“保安！”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对了，陈峰，他这么有钱，还买了波音747，一定能让我们不被赶出去吧？只要求他，不但能留下，还能去波音747的驾驶室，说不定让他们重归于好，这架飞机自己都可以要来当彩礼。一想到这里，杨威心中一阵火热，小跑到陈峰的身前：“陈哥，他们要让我和姐姐出去，你快帮我消消气啊！”一边说着，还摇着陈峰手臂，受到力的作用，陈峰原本放在兜里的手一下被带了出来，同时出来了还有4个钢镚。众人顿时愣住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地上那4枚闪闪发光的硬币，呼吸骤停。
这光泽是正版的1块钱！天哪，整整4块钱，居然就这么随身的揣在兜里！随身携带巨款，这才是真正的生蚝啊！杨威看着地上的硬币，眼睛红得像兔子，贪婪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钱，真的是钱！电视上那种1块钱！姐夫，只要你帮我，我就让我姐跟你和好，真的！姐夫，快过来给我姐道歉，这可是4块钱啊！凭什么？凭你喜欢我姐啊！只要你把这4块钱给我当彩礼，我就准许你们复合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划算？姐，快呀，4块钱彩礼呀！柳如烟这才如梦初醒，整理了下头发，小跑到程芬身边。程宝宝，人家知道错了吗？我们和好吧。都是季伯达那个混蛋骗我，其实我心里一直只有你。我们和好吧，今晚我就跟你回家。是啊，陈哥，我姐都知道错了，都是那个家伙骗了我们俩。我们现在知道错了，你们和好吧，我们像以前一样。看着这2只白眼狼的表演，程芬后退一步，嫌恶地拍了拍衣袖。唉，白眼狼终归是白眼狼，你又忘了他之前给你的1分钱了吗？你不是还叫他姐夫吗？现在查我这个屌丝做什么？听着程芬在嘲讽的话，2人都愣住了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时候机场的俩保安已经到了，季伯达大喜过望。快把他们2个扔出去，别脏了陈先生的眼。闻言，2人下意识地看向了陈闯，他们2个人都不敢瞎搞。季伯达有些不耐烦了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他们扔出去？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？闻言，4位保安对视一眼，这才想拉着柳如烟姐弟走去。我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，我还没坐直升机呢，我还没参观波音747的驾驶室呢。杨威不停地后退，随后向着一边的直升机跑去。不过他哪里是受过训练的保安的对手，一溜烟就被按倒在地，被1个2个保安拎着走过程芬身边。就在季伯达还在洋洋得意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响起：等等！季伯达心中一惊，机械似的扭过头看向了程闯。听着程芬在嘲讽的话，2人都愣住了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这时候机场的俩保安已经到了，季伯达大喜过望。快把他们2个扔出去，别脏了陈先生的眼。闻言，2人下意识地看向了程闯，他们2个人都不敢瞎搞。季伯达有些不耐烦了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他们扔出去？听不懂我说的话是吗？闻言，4位保安对视一眼，这才想拉着柳如烟姐弟走去。我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，我还没坐直升机呢，我还没参观波音747的驾驶室呢。杨威不停地后退，随后向着一边的直升机跑去。不过他哪里是受过训练的保安的对手，一溜烟就被按倒在地，被1个2个保安拎着走过程芬身边。就在季伯达还在洋洋得意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响起：等等！季伯达心中一惊，机械似的扭过头看向了程闯。只见程闯盯着季伯达：这里还有1个垃圾，也应该被扔出去。季伯达闻言额头出现了冷汗，抢笑着说道：陈总，您开玩笑吧，我是经理呀。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秦经理，你是有老婆的人对吧？败坏公司名声，从现在起你被解雇了。对，我是有老婆，但是陈经理，我和他……够了，我们航空公司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，走吧。闻言，季伯达脸顿时一白，程闯的话无疑是要解雇他，当即什么也顾不上，跪在了地上。陈经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看着程闯不为所动，季伯达看向了程峰。陈先生，我真不知道她是您的女朋友啊！要是知道，给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去挖您的墙角啊！季伯达还在求饶，程闯看到了程峰眼中的不耐烦，当即挥了挥手：拖出去扔了。是。
季伯达像杀猪一样惨叫着被拖走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哎呀，总算清静了。陈峰弯腰，慢条斯理地捡起地上的4枚硬币。我还以为您这种神行看不上这几块小钱呢。蚊子再小也是肉嘛。说着，陈峰随手将4枚硬币抛向空中，又稳稳接住。一旁的女秘书看得心惊肉跳，眼珠子随着硬币上下翻飞。天哪，那可是4块钱巨款啊！万一没接住掉进下水道可怎么办啊？以前见过的土豪撒钱都像暴发户，哪像他随手把玩几块钱就像玩玻璃珠一样，这漫不经心的松弛感可太帅了。这就是顶级神豪的气场吗？低调奢华有内涵，贵族风范满满，这就是大家族的子弟吗？陈闯看着也是有些紧张，可终归没有和休闲西装女一样。只见他白了陈峰一眼。哟，刚才3210块买飞机眼睛都不眨，现在为了4块钱斤斤计较。这话一出，休闲西装秘书愣住了。由于开始不在场，所以他并不知道陈峰买飞机的选择。原本他以为抛翡翠硬币已经是炫富的极限了，没想到还有更骚的操作。这买模型买成真飞机，这就是有钱人的恶趣味吗？闻言，陈峰摇了摇头，一脸的苦笑。行了，别挖苦我了。今天谢了啊，帮我出了这口恶气。不是不登三宝殿，陈大少爷这么卑躬屈膝，肯定是有事求吧？直说。表现得这么明显啊？非常明显。得，先吃饭，边吃边聊。上车。画面一转，两人坐在高档咖啡馆内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那架波音747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哎，能怎么办？放着呗，我又不会开。当个大号手办，养养眼也不错。大号手办，3210块的飞机拿来养眼，这天没法聊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闲置，不如租给我们琴行，价格好商量。啊？租？你们堂堂航空公司还缺飞机啊？缺，太缺了。别看我们琴行有20架飞机，那都是撑门面的。20架，按一架6000算，也就是12万嘛。这点小钱你们拿不出来？12万小钱这几个字像砖头一样砸在陈闯头上，他差点一口咖啡喷出来。大哥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拿钱不当钱啊？就算是顶级航司，也没几家能全款买飞机的，大部分都是找银行租的。飞机太贵了，我们累死累活干1年，利润还不够买个机。不是吧？你们开航空公司的这么穷，连几千块的飞机都买不起，还开什么公司啊？不如回家种地算了。陈闯捂着胸口，感觉心脏病要犯了。天天，这是人话吗？几千块的飞机买不起，不如种地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吗？等等，让我捋捋。合着你们琴行几千号人，累死累活干1年，连3210块都赚不到。没错。我的天哪！我系统发1个月的工资，能买下你们整个集团还有找，这也太惨了吧！所以，程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借？当然借，放着也是生锈嘛，不如拿去赚点油钱。来，签合同吧。太好了！关于租赁条款，我们通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，回报率按季度。停！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这架飞机1年纯利润多少钱？除去维护和燃油，1年大概能赚300左右。多少？300块？我花3210块买的飞机，得10年才回本。你们这是做生意啊，还是做慈善的？陈先生，这就是行情啊！飞机寿命20年，前10年回本，后10年才是纯利，这已经是高回报项目了。算了，蚊子腿也是肉嘛。咱们也别搞什么复杂合同了，就按你说的，1年赚300是吧？这样，你每个月给我转25块，转够20年。这期间呢，飞机随你折腾，坏了算我的，行不行？就这么简单？不需要抵押，不需要担保，每个月25块，这跟租个共享单车有什么区别？你就说
干不干吧？干！现在就签。夜晚，陈爽恭敬地将陈峰送回家。陈先生，合作愉快，以后有这种小生意，请务必还要找我。哎呀，一个月25块的巨款到手，这就是躺着数钱的枯燥生活吗？